再次见到失踪3年的萧楚宁是在大学挚友的婚礼上，他是新郎，我是伴娘。当年他公司破产要跳楼，还是我救的你。听说当时还有个女的纠缠他，但是我带他到海外发展了。怎么样，青洛？我这波操作牛逼吧？疯，1000多个日日夜夜，我最爱的人竟然被我朝夕相处的室友藏起来整整3年。青洛，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你是不是又在想他了？别找了，都过去那么久了，该放下了。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找一个好男朋友，开启下一段感情。改天我组个局，让楚宁给你介绍几个好兄弟认识认识。伴郎团还是以前的好友，每一个朋友都在告诉我，萧楚宁没有失忆，他记得所有事，只是不再爱我了而已。老公，今晚让你朋友都别走啊，咱们聚一聚，好好热闹热闹。痛，真的太痛了。萧楚宁，你怎么能不要我？楚宁，你想好了，真的不喜欢石青洛了吗？给你们，你们要吗？我愿意。为什么要把他藏起来？为什么要让我3年都找不到他？更想问问萧楚宁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我？为什么回来了不找我？我想砸烂这场婚礼！不行，怕是要疯了。真蠢啊！他爱的人已经嫁给他了，我的诅咒起不了任何作用。再待下去，我怕我忍不住发疯。1年多前，当萧楚宁的消息再一次中断时，好孩子，你得好好活着，替他活着。可没有萧楚宁的世界一片黑暗，太苦了。我和他是青梅竹马，准备挑个好日子领证。可他公司破产，高筑的债台让他承受不住，跳了楼，从此下落不明。我跑了无数趟警局，问遍了陌生人，没看见人。现在他回来了，可是却不再爱我了。原来我自以为是的牵挂，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场笑话。青洛，姻缘求到了，我们一辈子都会在一起。萧楚宁，从现在开始，我们便不是同路人了。撕心裂肺的哭过一场后，
终于彻底清醒。我跟乐团申请了离职，交接手续需要1周时间。离开的机票订在了1周后，那一天正好是我和萧楚宁恋爱10周年的日子。也好，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吧。我将自己封闭了起来，7天，除了出门办手续，再没有任何社交。我的电话打不通，江月在我离开的当天找上了门。我知道他拉着我往医院跑是在怕什么。我没事，谢谢。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江月，是怨恨还是祝福？我想，哪一个我都做不到，所以我下意识想远离他。你以后能不能接电话？手机买了是摆设吗？你知不知道我都快担心死了。我们来接你，今天是你生日，你是不是忘了？晚上给你办了个 party， 顺便带你认识几个帅哥。拒绝无效，反弹反弹反弹。他性格明媚开朗热心，的确惹人喜欢，所以也难怪萧楚宁会爱上他吧。我不知道是自己无法抵抗江月的关心，还是自己的私心。时间还早，我让他们先坐了进来。这套房子曾经是我和萧楚宁的婚房，打算结婚用的。他失踪后，我按照他的喜好装修，家居摆放都是他喜欢的风格。哇，青洛，你这审美够特别的啊！怎么全是暗黑风，黑压压的好压抑，除了黑就是深灰，一点色彩都没有。因为我的世界已经没有色彩了，因为我前男友喜欢，所以就按照他的喜好装了。那你也应该有点自己的主见啊，干嘛处处都顺着他？我家装修风格我老公都听我的，装的可温馨了，我天天让他睡粉床单。恍惚间想起3年前同居那阵儿，我也很喜欢粉色，什么都买的粉色，就连他的内衣我也买的粉色，可他一次都没有穿过。是吗？那他会睡地上吗？哼，他敢。睡粉床单怎么了？你男朋友如果因为这个就不跟你睡，那只能说明他不够爱你。亏你找了他这么多年，死渣男！你说的对，他也许是真的不够爱我。既然如此，林小姐就应该自觉点退出，也免得打扰别人的生活。可以的话，最好永远消失在他的视线中。自我感动只会让别人厌恶。自我感动，原来我一直在自我感动。你这么了解他，是因为你们是同一种人吗？喜欢玩消失，喜欢让别人等，然后耗光别人的希望，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到头来还要说别人是自我感动。我不过想要一个说法而已，难道我的3年就这么轻飘飘的接过去吗？没人让你等，爱恨全凭自愿。既然你选择等下去，那么有什么后果都应该选择独自承担。还是说，仗着你等了5年，他就应该对你感恩戴德，然后娶你？他说的真好啊，爱恨全凭自愿，没有人勉强我，更没有人让我等，所以今天的下场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曾经坚不可摧的感情，如今竟已经变得虚无缥缈。好，我应该永远消失在他的视线中。你找打是吧？明知道青洛有抑郁症，你说话还这么难听，你别再刺激他了，听见没？装模作样罢了。他干什么去了？他不是1年多没回国吗？公司很多事儿，所以他要先去处理一下。萧楚宁1年前回来过。为什么我不知道？对啊，回来商量我们的婚事。他回来过，他回来过，
江月的话就像一记耳光，狠狠打在我的脸上。走啦走啦，我老公忙完了，换件衣服，我们去会所。你先去，我收拾一下就过来。那你快点哦。我决定了，回家安排我和那个未婚夫见一面吧。姐姐，你终于愿意回来了，家里都不放心你一个人在江北，希望你早点回来团聚。好，我回去会尝试和你们找的对象相处，不会再让你们担心了。姐，你愿意回来就好。你想什么时候见见你的未婚夫，我来安排。都可以，我订了今晚的机票，今天就回去。萧楚宁，再见，再也不见。照片顺序错了，这张才是他18岁时的照片，往外面挪。把海霞撤了，他海鲜过敏。钢琴曲换成他最爱的那首《梦中的婚礼》。礼物往这边移，让他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这上百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楚宁怎么都记得？说真的，换你记得吗？我女朋友早上说的话，我晚上都能忘记，怎么可能记得住？用心用到这个份上，楚宁心里真的没有石青洛了吗？他会不会……别乱说，楚宁记性好而已。换做江月，他肯定记得更清楚。肖总，石小姐不在家，我联系不上她。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应该永远消失在他的视线中。石青洛怎么还没来？我去，楚宁，石青洛给我拉黑了。我也被拉黑了，我的消息也发不过去。我也是。所有和我有关的人，无一幸免的被他拉黑了。石青洛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我记得他自杀过。楚宁，你快看看石青洛有没有拉黑你。楚宁，他应该堵在来的路上了，再等等。又不是晚高峰，哪来的交通堵塞？更何况半小时的车程，现在都过去2个多小时了，走也走来了。
4个小时了，青洛想来的话早就来了。我们不管他了，回家吧。0点还没到，再等等，他会来的。这一刻无比清楚，生日和纪念日都过了，我等不到他来了。5个小时里，我不敢去想的那个可能占据了脑海。石青洛，真的不要我了。回到京城的那一刻，石青洛与萧楚宁的过去都被留在了原地。石青洛是彻底放下了，不值得的事情连提都没有必要。姐，慈兰哥就在里面，你进去吧，我就不陪你了。虽然回来之前在电话里接受了家里安排的未婚夫，可今天是第一次和他正式见面，就跟开盲盒似的，连心跳都乱了几分。对这个素未谋面却被亲弟弟时刻挂在嘴边的未婚夫生出了几分好奇。在浴室里玩砍一刀的丫头，你好啊。1年多前自杀，陆慈兰是主治医师，也是他在 ICU 守了我1周。但他每次说话都夹枪带棒，本来感谢的想法也淡了几分，之后也就没有再遇见过。怎么说也是我救了你一命，跟我在这装不认识呢？没有，上次的事谢谢你。哟，您老真是贵人多忘事，1年前的事现在才想起来谢。我算算这利息都多少了？说说吧，打算怎么谢？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温度，不然怕我怀里哭，先收点利息。身家清白，父母和善，最重要的是，我单身没有恋爱经验，除了你之外，也没有喜欢或喜欢过的人。你没谈过，怎么可能？承蒙不弃，我救你一命，你教我学习，争取早日出师。悠扬的音乐抚平了我的紧张忐忑。和陆慈兰结婚生活，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我也一样，现在除了你之外，我没有喜欢的人。心腾空了，可以慢慢装进下一个人。我们的感情升温很快，相处2个月，双方家里便约定了婚期。江月，贱人，我对你不好吗？你连我的男人都敢抢！
我怕你出事。刚新婚我就带着我老公上门看望你，给你办生日晚宴，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稍微一想也就通了。听江北的朋友说，萧楚宁找我找疯了，他发动全部人脉，险些把江北翻个底朝天。江月怀着孕，独自在家待产，而萧楚宁竟然丝毫都不在意。他红着眼闹到他面前，见到的是面无表情、冷漠到极致的萧楚宁，就像当初对我一样。那时我就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但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我从未抢过你男人，是你抢了我的。贱人，你当我瞎？如果不是你勾引他，他怎么会吸星大变？你死了，男人欠债就出去找鸭子。嘴巴放干净点。这一巴掌，就当我还了他那3年帮过我的情。你不打算安抚一下你老婆吗？回家，我跟你解释。什么样的解释能让我原谅你们的双重背叛？你是我最爱的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背着我搞在一起的时候，有想过今天吗？双重背叛，我又何尝不是被你们双重背叛？哦不，不一样，我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欺骗、被隐瞒、被当成一个傻子耍了3年。他就是你找了3年的人吧？我有些意外，但想了想也不觉得意外。我苦寻萧楚宁3年，整个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传到陆慈兰的耳朵里也不稀奇。所以你之前搞成那个熊样子也是因为他？我什么样子？丧这个脸，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老公死了。现在我的未婚夫是你。石青洛，我从来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你可以依靠我，也可以拿我当你的稻草，但你和我订了婚，就该知道意味着什么。他身上罕见的散发着酸味，话里的意思不言而喻。我和陆慈兰同居了。自从上周他带着江月离开，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很奇怪，3年时间我都没能忘记他，而这短短1周的时间，我竟然一次也没想起过他。1年多前我回来过，也去江北找过你，可你的电话是一个男人接的，应该就是那个陆慈兰吧？石青洛那一刻我特别恨你，我只是消失了1年多而已，你就有了新欢，所以我又走了。在婚礼上看见你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报复的快感，所以我娶了江月。你想知道1年多前我的电话为什么是他接的吗？
我患上了抑郁症。陆慈兰是我的主治医生，也是他在 ICU 少了我一筹。自杀 ，ICU， 我以为的新欢，原来是在鬼门关抢救他的医生。青洛，你愿意再等等我吗？江月怀孕了，她救过我，我不能这个时候离开她。等她生下孩子，我会跟她离婚，好好弥补你，好不好？萧楚宁，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再慢慢走出来。我也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眼前。萧楚宁，一切都太迟了。如果当初在婚礼上你肯看我一眼，问我一句过得好不好，我都会义无反顾地等着你。可是现在不会了。他最终还是离开了，如我的意，再也没有出现过。同居的第一天，石青洛，跟我在一起，你不需要吃这些没用的。那我万一犯病了怎么办？犯神经病？心头暖洋洋的。在陆慈兰的眼里，我只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人。江月怀孕5个月的时候，再次联系了我。我想了想，还是去跟她见了一面。我都知道了，萧楚宁就是你找了3年的男朋友。如果是别人，我连道歉都不会，因为是他没本事留住自己所爱之人。我也只是为自己争取了自己该争取的，我并不觉得我有错。但那个人是你，石青洛，我还是不想跟你道歉。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抢了你男人，虽然做法有些不道德，但我若不能获得你的原谅，萧楚宁就不会理我。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石青洛，对不起，我爱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父亲。即便我知道了你们的过去，我依然不能离开他。我救过他，只要我不提离婚，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看在那3年我也多少帮过你的份上，原谅我，可以吗？他还是变了。在石青洛印象里，江月性格明媚开朗热心，敢爱敢恨，而且他从不开口求人。这是第一次，因为萧楚宁，他低头了。曾经石青洛深爱萧楚宁，疯了3年，也蹉跎了3年。石青洛也因此痛恨过江月，可现在他跟当初的石青洛一样，萧楚宁也成了他的心魔。江北那套房子送给你了，那是我按照萧楚宁喜欢的风格装的，而我已经不需要了，全当送给你孩子的礼物吧。至于原谅，我想我一辈子都原谅不了。3个月后，我和陆慈兰结婚了。领证那天天气很好，明明1个小时的路程，陆慈兰愣是兜着圈子开了2个小时。好几次我都忍不住想骂她，但忍住了。到民政局时，半小时能走完的工程，他也硬是拖了1个小时。你不想结就不结。哎，我这么磨蹭都是为了谁？领证就这一次，想让你有点体验感，还挨顿骂。曾经，我无数次想和萧楚宁来这里。当初大学刚毕业，我们就准备挑个好日子领结婚证。时隔4年，我再次出现在了这里。
却是嫁给了另一个人。1年后，我生了个女儿，陆慈兰宝贝的不行，取名叫陆之许。这名字有什么说法吗？知你知意，许你一生。我也许你一生。知许3岁那年，陆慈兰彻底沦为了一个女儿奴。堂堂心外科最年轻的主任医师，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白大褂，回家给女儿扎歪歪扭扭的小辫子。这天周末，我们一家3口去商场给知许买换季的衣服。只能吃1口，不然妈妈要生气的。看着父女俩笑闹的样子，我只觉得心里被填得满满当当的。萧楚宁，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儿子在发烧，你不知道吗？你带他出来吹什么冷风？4年没见，江月变了许多。曾经那个性格明媚、开朗、热心，甚至有些盛气凌人的女孩，如今脸上满是憔悴和戾气，眼角甚至有了细纹。她再也没有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模样。你在搞的什么？你千万别干了，我求求你！内心却平静的掀不起一丝波澜，没有恨，没有怨，也没有遗憾，就好像在看一个毫无交集的陌生人。陆太太，冰淇淋要化了，还要不要吃？是，还要买那个粉色的小裙子。好，都听你的。身后的争吵声似乎在某一刻戛然而止，但我已经不在乎了。那天之后，我没有把遇到萧楚宁的事放在心上，生活依旧平静如水。直到几天后，弟弟林奕晨来家里蹭饭，在餐桌上随口提起了江北的一些八卦。姐，你还记得那个江月吧？就以前抢了你男朋友那个，听说他现在过得可惨了。怎么了？那个萧楚宁的生意倒是不错，但他们2口子天天吵架。江月现在就像个神经病一样，一天要查萧楚宁800遍岗，只要他身边出现母蚊子，他都要发疯。听说有一次，江月在萧楚宁的备用手机里发现了他偷偷保存的你这几年的大提琴演出视频，当场就砸了家里所有的东西，闹着要跳楼。结果你猜怎么着？萧楚宁连拦都没拦，就坐在沙发上抽烟，冷冷地看着他，说：“你要跳就跳，正好我欠你的命还清了。”你要跳就跳，正好我欠你的命还清了。吓得江月赶紧从窗台上下来了。自那以后，江月就更疯了，据说现在还得靠吃抗抑郁的药来维持情绪。心里只觉得无比讽刺。当初江月理直气壮地说他没有错，是他争取了自己该争取的。他以为用恩情和孩子困住萧楚宁，就能得到他的心，得到他想要的完美婚姻。可他忘了，靠手段抢来的沙子，握得越紧，流失得越快。那套我送给他们的暗黑风房子，最终还是成了困住他们一生的囚笼。提那些人干什么？陆太太，
下个月你是不是要去江北大剧院有一场巡演？乐团安排的。行，陆先生请个年假，带着知许给你当保镖去，免得有些不长眼的孤魂野鬼又跑出来碍你的眼。好，我的首席保镖。重返江北，秋意正浓，悠扬的琴声在音乐厅内回荡，我享受着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那是我以前最喜欢的花。一股子廉价的霉味儿。还是红玫瑰配我老婆。你呀，知许呢？在外面跟外婆玩呢。走吧，带你去吃宵夜。他瘦了很多，整个人透着一股死气沉沉的颓废，与当年那个清冷孤傲的少年判若两人。青洛，我看了你的演出，很棒。这束花不用费心了，花我扔了。萧总，纠缠别人的妻子，这就是你的教养。陆慈兰，如果不是你趁虚而入，她不会嫁给你。趁虚而入，萧楚宁，你是不是脑子有病？是谁让她患上抑郁症的？是谁在她满世界找你的时候，跟别的女人在国外逍遥快活的？你把它弄丢了，摔碎了，我一片一片捡起来，小心翼翼的拼好，捧在手心里当宝贝。你现在跑来跟我谈趁虚而入，你也配？青洛，我们真的连朋友都做不了了吗？哪怕只是偶尔说句话。萧楚宁，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这是你对我，也是对你自己最后的体面。风过旧梦，爱已归零，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想吃什么？心里暖暖的，有他在身边，一切不安都被抚平了。城南那家小龙虾，好久没吃了。行。刚才看见他，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有感觉。感觉我现在真的特别幸福。陆慈兰，我曾经以为我会死在那3年的绝望里，但我现在只庆幸我走出来了，然后遇到了你。算你过关，陆太太。而我们不知道的是，那个被我们抛在脑后的男人，正经历着怎样的地狱。小楚宁，你大半夜不回家，去看那个贱人的演出，你是不是还爱他？你是不是想跟我离婚去找找他？3年前，我以为江月是拉我出泥潭的救赎，所以我心怀愧疚的娶了她。可如今，这个家却成了我亲手为自己打造的牢笼。你闹够了没有？我只是去看看，话也没送出去，话也没说上。看看，你有什么资格去看他？你别忘了，是我救的你。你这辈子
子欠我的，你生生世世都还不清。是，我欠你的，江月。这3年，我像个傀儡一样被你摆布。你要我跟过去断绝，我断了；你要我娶你，我娶了。可你看看现在的我们，到底算什么？你出来！你把话说清楚！你给我出来！萧楚宁！江北的巡演结束，陆慈兰带着知许飞回了京城，将那些乌七八糟的人和事彻底隔绝在了另一个世界。日子如同流水般平静而温馨的向前淌着。姐，萧楚宁破产了。这一次不是当年公司面临危机假破产，而是彻底的资金链断裂，背上了巨额债务。听说是因为他这2年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连续几个重大投资决策都出现了致命失误。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江月。萧楚宁好不容易约到了一个能挽救公司的资方大佬在会所谈事，江月却因为他半天没接电话，怀疑他出去找女人，直接冲进包厢大闹了一通。资金泡汤了，公司也彻底完了。你都不知道那场面有多难看，房子、车子全被法院强制执行了。听说萧楚宁现在带着江月和孩子回了偏远的老家，走的时候，2人在火车站为了几十块钱的行李托运费大打出手。曾经在江北圈子里也算体面的2个人，现在活生生变成了互相折磨的怨偶。那2个人的地狱再也与我无关，我只需握紧眼前这稳稳的幸福。我听完，只是平静地将一块切好的苹果递给怀里的知许。是吗？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感，也没有误伤其类的同情，爱恨全凭自愿。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当初萧楚宁说后果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如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妈妈还要吃果果。好，妈妈再给你切。爸爸，今天下班早，顺路去买了你最喜欢的那家栗子蛋糕。怎么又买甜食？知许的牙都要被你惯坏了。没关系，吃完我亲自监督他刷牙。饭蹭完了，吃完赶紧走，别打扰我们一家3口过周末。陆慈兰，你这过河拆桥的本事真是越来越溜了。行，我走，不当你们的电灯泡。刚才奕晨跟你说什么了？怎么看着有点出神？感受着他沉稳的心跳，一切阴霾都烟消云散。没什么，提了几句不相干的救人救事罢了。1年多前自杀，他是我的主治医师，也是他在 ICU 守了我1周。眼前这个男人是将我从深渊里拉出来的光，也是我余生最稳妥的归宿。陆慈兰，周末我们去拍一套全家福吧，顺便我想换个大提琴的琴盒，你陪我去挑。好，都听陆太太的。曾经，我以为我的世界再也不会有色彩，只能在无尽的黑暗中自我感动，自我放纵。自我感动只会让别人厌恶。直到陆慈兰强行闯入，用他霸道又笨拙的温柔，将我的世界重新填满了绚烂的阳光。来看镜头，3、2、1。过去那10年的纠葛与痛苦，早已像风中的尘埃，消散得无影无踪。陆先生，
余生请多指教。搬进新别墅的那天，我在陆慈兰的书房里收拾东西。那张门票是我大2那年第一次在学校礼堂举办个人大提琴独奏会的票，而那张照片赫然是当年拉着大提琴的我。愿我的月亮永远洁洁，陆慈兰寄予大二。大2，陆慈兰大2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我了。在干什么？那个，本来想瞒你一辈子的。你早就认识我了。是啊，早就认识了。那时候我是医学院的，你是艺术系的。有一次路过礼堂，听到你在里面练琴，就那么看了一眼，结果就把心落在那儿了。后来知道你身边有了个青梅竹马的萧楚宁，我就只能把心思收起来。我以为你们会结婚，会幸福一辈子。青洛，你根本不知道，1年前在急诊室看到满身是血的你被推进来的时候，我有多害怕。我守了你整整1个星期，看着你没有求生心的躺在那里，我恨不得把萧楚宁千刀万剐。从你醒来的那一刻，我就发誓，既然他不要你，那这辈子我都不会再给任何人伤害你的机会。原来，在我满世界发疯寻找别人的时候，走过大江南北，问过无数人，也有一个人在默默地注视着我，心疼着我。陆慈兰，谢谢你，谢谢你接住了我。傻瓜，是我该谢谢你，终于肯做我的陆太太。日子在平淡而温馨的烟火气中悄然流逝。只许5岁那年，我带着他去医院给陆慈兰送午饭。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儿子，他发烧抽搐了，求求你们！那个女人竟然是江月。听说他们破产回老家后，日子过得鸡飞狗跳，萧楚宁彻底一蹶不振，靠打零工度日。江月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两人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对方身上，连带着孩子也跟着受罪。如今看来，传言非虚。妈妈，那个阿姨好可怜。走吧，爸爸还在等我们。有些人的结局，早在他们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那段充满谎言、背叛和自我感动的过去，已经被我彻底埋葬在了江北的那个雨夜。爸爸，辛苦陆太太来慰问我了。快吃吧，菜都要凉了。窗外的阳光是从未有过的明媚，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撕心裂肺，只有这实实在在的、触手可及的温暖。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我和陆慈兰结婚10周年纪念日那天，她神神秘秘地把我带到了京城最大的音乐厅。你这是干什么？搞这么大阵仗？
是梦中的婚礼，这是我们在相亲那天他为我弹奏的曲子。石青洛，10年前，我跟你说，我没有恋爱经验，除了你之外，也没有喜欢过的人。这10年，我努力学习怎么做一个好丈夫，怎么做一个好父亲。我不知道我能打多少分，但我保证，接下来的每一个10年，我都会比上一个10年更爱你。陆太太，10周年快乐！你愿意继续做我的月亮吗？看着眼前这个将我从深渊里拉出来，给了我第2次生命的男人，我愿意。耳边传来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声，那是这个世界上最让我安心的频率。曾经，我以为失去萧楚宁，我的世界就会轰然倒塌，陷入永夜。没有萧楚宁的世界，一片黑暗，太苦了。可现在我才明白，有些人只是你生命里的结束，痛过、熬过也就散了。而那个真正对的人，会在废墟之中为你重新建起一座城堡，一笑长鸣，维系相约。陆慈兰，这一生有你，何其有幸。